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中国东北迅速沦陷。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齐心，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张叔，严兄，严兄，严兄，署长，张叔，哎，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早就来了，一直没有进来打扰你们，想听着你们把这首歌唱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全民族的怒吼，必将成为永恒的经典和民族的记忆。经上级的指示，我们在宣传和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之下，我们文艺界也不能缺席，必须立刻恢复上海的中央文委。等待组织恢复之后，由田汉为首的左翼戏剧家联盟，再把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好啊，好说。再来一遍。走。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理，报告。进来。周副主席。哦，柯农，你坐。这柯农的心思都挂在脸上了，看来带回来的一定是个坏消息啊。12月9日，北平6000多名学生涌上街头，举行了支持中共抗日宣言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北京大学的许德衡、中国大学的吴成式，还有当时在延宁大学教学的斯诺夫妇，都参加了游行示威。还有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对游行示威进行了随行的采访。游行的队伍从护国寺经地安门，最终到达王府井的时候，已经有4、5千人了。国民党当局对此非常害怕，派出了大量的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不过，我也带来了一些好消息。129运动之后，上海文化界很多名人，马相罗、沈钧儒、胡玉芝、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位，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发布之后，很多城市积极响应。我相信，这场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席卷全国。我们的爱国学生真是了不起啊！他们的勇敢为我们准备了抗战的民心和干部。我本想保持斯文，但这石破天惊的消息叫我无法沉默。我要问问蒋介石，他为什么要压制爱国学生的正义之声啊？主席，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了。我提议，我们中央宣传部要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把这件事宣传出去。蒋介石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与日本强盗签订了停战协议啊！不仅如此，
还对全国奋起反抗倭寇侵略的爱国志士进行血腥镇压。这一切的背叛和耻辱，都将被历史所铭记。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要站出来，引领民族走向正确的抗战道路啊！今年的会议，我们还是要言归正传。既然会议的主持人文天同志把我推出来，我就当仁不让。就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发表一下我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我提3条。第一，我们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当务之急就是要猛烈地扩大红军队伍，使我们具备正面对日作战的力量。我坚信啊，只要我们心中有人民，人民就一定会拥护我们。第二，这次会议啊，把工农共和国这个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正确的。第三，我们提出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看不必只限于工农，有必要和可能要和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正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东北民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7年4月5日，毛泽东亲传继皇帝陵文，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员长，这是中共代表刚刚起草的合作宣言草案。中共想与我党国合作，对他们的诚意，我一直是有所质疑呀。你念给我听听吧。好。第1条，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报告，立即通知紧急军事会议，提前半个小时。是。没有一点儿新意的政治口号，难道就没有半点儿实质性的诚意措施吗？还有4项保证。第4条，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既然是要与我们合作，我方当然要提出一些制约性的条款。那委员长原则上是同意了。言之过早，我们必须要从风险和利益综合来思量。委员长，我还有一件事请示。当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请求回国。他想回国？是。那你不会忘记，27年他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纸檄文，可谓是文笔犀利，巨星叵测。布雷调查过了，当年通缉郭沫若，他流亡日本，这些年呢，再没有搞政治了。布雷认为，
在国共有可能合作的当口，一个郭沫若无足轻重。委员长有必要慎重地权衡一下利弊。这既然布雷先生极力要举荐他，那好，你就给他做保。委员长，好了，布雷先生，这事儿你看着办吧。布雷明白。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炮击宛平城，震惊中外的7·7事变就此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原来啊，我在今天会议中着重谈到了我们需要2支队伍，这个观点你同意吗？我不光是完全同意，而且会后啊，我找政治局委员们交换了意见，大家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认为主席的观点是高屋建瓴。我为什么说我们需要2支队伍啊？一支是武的，一支是文的。我这是瓦窑堡会议观点的延续啊。中国几千年来啊，从来就不缺少大智大慧的泰斗贤达、鸿儒巨擘啊。可近代几年来，能扛起中国文化大旗者，只有鲁迅一人。可惜啊，鲁司令走得太早了，文化队伍失去了一位领袖啊。队伍就容易涣散，队伍涣散就缺乏战斗力啊，没有战斗力就打不了胜仗。本来啊，据我得到的消息，我们有一位共同的老朋友要回来了，应该是郭沫若先生吧？对呀，郭沫若，我们这位共同的老朋友，当年发表了一篇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哎，主席，你突然提起时年近10年的郭沫若先生，是要为抗战文化寻找新的力量吧？原来啊，当年郭沫若为了躲避蒋介石全国通缉，流亡东洋，他在日本近10年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啊。原来。我觉得这件事还是由你来负责吧。主席，除了你，我是和他唯一可以以老朋友的身份进行深入交谈的人。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好啊。我是李可农。好，我马上下楼。严兄，我在你家附近的大光明咖啡馆等你。你是哪位？老朋友。你是安？有人要见你，快来吧。马上跟我走。
们这是要去哪儿？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走！夏野先生，安娥，别来无恙啊。半年多没见了，没想到你突然给我打电话。受伤怎么样了？他在长沙呢，我一个人来的上海。上车吧，有人在等你。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安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淡水路264号。郭沫若同志回来的时间，一定要抓紧确认。我和安娥已经做了精心的安排，一定在郭先生下船的第一时间跟他见面。好。另外，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专门和我谈到了建立2支队伍的问题，像郭沫若、夏衍、田汉、杨汉生、林林等这些文化人，都是我们这支文化军队的中坚力量。我猜，应该是夏先生到了。迎一下。安娥，这是哪儿啊？请进吧。严兄，克农，久违了。原来安娥带我去的人是你呀！你今天要见的，还真的不是我。夏衍同志，你好啊！你好。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还记得你入党时候的名字，沈端先。您是？我是周恩来。恩来同志，您好。虽然你我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从27年开始，一直是照着您的指示办事。真是有一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感啊！光阴负我难相遇，情绪牵人不自由啊！屋里请，请。夏先生，请。来喝水。夏衍同志，你不仅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还是中央文委的委员。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我希望你能够把文化界文化人士重新团结起来，和我们并肩战斗。还请恩来同志说一下您的具体指示。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很多国内的文化人都感到很迷茫、很惊慌。大多数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家、诗人和文化学者，还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做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救国的梦。他们也有热血，也希望赶走侵略者。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好的文化救国蓝图还没有展开，就被侵略者的铁蹄踏得粉碎。卢沟桥的枪声击碎了文化人宁静的书斋梦，确实有人弃笔从戎，走向了血与火的战场，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选择了躲在书斋梦里，等待着噩梦醒来的早晨。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洞察了这些，就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去感染所有的文化人，就像当年的鲁迅先生，以笔为枪，加入了文化抗战、民族救亡的阵营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唤起民族的精神，凝聚大家共同抗战到底的精神力量。太好了，恩来同志，具体需要我怎么做呢？现在我向你转达延安的指示，党中央决定要在上海办一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名字就叫《救亡日报》。中央希望由你来出任这份报纸的总编。您放心，我一定尽力完成好这个任务。既然是报社，就应该有一个社长。党中央做出了一个决定，请郭沫若先生
担任报社的社长，二位如何看？那太好了，有了郭沫若同志来当报社的社长，我就对于这份报纸能办好更有信心了。好啊。太危险了！我的船呢？哥哥，看都不看，直接撞上去了！哎呦！差一点就闹出人命来了！哎呀，他们不管不顾，这都是人命啊！对呀。是啊，国贫积弱，就会被人欺辱。哎，来了，来了！郭兄，欢迎回家。哎呀，好久不见，岳兄，好久没见，还记得我们这些老朋友吧？当然，田汉兄，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汉生，我也想念你们。10年离别两茫茫，今日大家相聚，我特别高兴。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大呀！这通缉令还没撤，你就敢回来？我是炎黄子孙，真是回家，有什么好怕的？怎么了？哎，这日本人的车上都是战备物资吧？对啊，小日本最近不断用轮船往上海运送兵和备战物资，持续不断，快1个月了。最近更是频繁，战云密布啊！看样子上海要打仗，是要打仗了，华北都快沦陷了。小日本子喊出来3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这蒋校长呢还在等着国际调停。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谁的下场都一样。好，说得好，这才是中国文人该有的骨气。你住的地方给你安排好了，谢谢。你现在赶紧上车吧。好吧，好吧，咱们一会儿聊。说一下我流亡在日本这些年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个日本啊，从小学开始就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他们的宣传机器没日没夜的给民众洗脑。日本内阁已经完全沦为了军国主义的机器。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这么快的对我们这个4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武力侵略，并且在数日之间就侵占了华北核心要地。日本全国上下已经毫无理性可言，全民都已经癫狂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在武力侵略的同时，他还进行着文化侵略。这个文化侵略的危害绝对不会亚于武力侵略。其实恩来首长一直想跟您聊一聊关于中国文化抗战的问题。你是说周恩来吗？这可是一个我敬仰的人。啊，你刚才还说了文化抗战，说到点子上了。文化抗战，尤其是在当下，它是一个深远的，是一个长久的，关系到民族存亡的问题。我能见一下他吗？当然可以。与莫若先生一席畅谈，使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呀！哎呀，莫若先生这些年来，可以用往左断臂，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如今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又毅然回到祖国，真是国之大幸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提高，很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去学习工业技术，但是回来之后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中国就没有工业基础啊。莫若先生说得好啊，没有工业基础，
中国就落后了，落后了就要挨打呀。一方面，日本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随着军国主义的滋长，侵略扩张的野心膨胀，彻底拆除了始于汉朝的中日交往的大桥，妄图以武力灭我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周公，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想法。虽然日本现在比较强大，比我们要先进，但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我想，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最终我们一定可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土地。好啊！啊，你们先坐会儿。哎呀，这位先生，您是郭先生，您还不认识我，但是我早就认识您了。鲍罗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刚刚在沪改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李克农先生。幸会。好，克农先生，里边请。好，周副主席，潘公长那边已经回信了，约在明天上午晋江饭店，大家共同商议合作细节。这是个好消息啊！克农先生，请坐。看着克农先生有些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莫罗先生，你想想，当年国民党全国通缉你，你是怎样从那么多的特务的眼皮底下顺利的出海，去到日本的？这个我当然不会忘记，是组织上在替我在背后保驾护航。对呀，我实话告诉你吧，当年就是我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在暗地里保驾护航。具体的说，就是这位李克农先生在精心布置，排除了一次又一次特务们的追捕暗杀，才把你送上船的。真是得感谢克农同志啊！你要不说的话，我还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技不如人呢。这么说呀，克农同志就是我们最有本事啊，还从不失手的大特工。多亏了是克农兄，不然的话，现在坐在这儿的应该是郭沫若20倍。您过奖。哎，夏衍同志，是不是该给莫若先生摊牌了？交给郭沫若先生吧。好，莫若兄，这是恩来副主席亲自批述的文件，诚邀您为《救亡日报》的社长。周公，就冲这4个字，我郭某人义不容辞。太好了，那我们的班底就可以搭起来了。哎，二位别着急啊，坐下。现在国共合作了，创办《救亡日报》，还需要一个合作的伙伴，这个事才能办成。我们已经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潘公展进行了接洽。刚才克农同志已经带来回话，他愿意合作创办《救亡日报》。可是为什么非要和国民党合作呢？说句实话，周公，我真的不愿意和这个国民党中央执委打任何交道。是啊，我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份报纸办得很好，让国民党的潘公展加入进来，恐怕弊大于利啊。莫若同志，夏衍同志，现在抗日战争短时间不会结束，党中央是这么安排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二位要长期在国民党的区域工作，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宣传和统战工作都是我们党的重要任务。我们之所以要和国民党执委潘公展合作办报，一是为了利用他的名义，争取合法化和公开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牢牢地把握编辑的大权，在内容上让潘公展他们不能插手。我们要把《救亡日报》办成党的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的一块文化阵地。好，我以我的党性保证，一定以我党的利益为重，守住这块阵地。我们这一次的谈话必须是在新闻公正为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的话，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就失去了创办这份报纸的意义。这个我方原则同意，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注意到最高当局的宣传高峰，不能逾越政治底线。这个问题，我作为报社的总编，
将全权负责，并且接受董事会的监督。好，夏总编有此态度，大原则上我们达成共识。那我们下面就对具体的事宜进行进一步的协商。77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经周恩来的精心策划，国共两党联合筹资创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这份报纸承载着特殊的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重要宣传阵地。眼下的城市是炮声隆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份报纸？董事会已经开过会了，董事会的决议是让我们偏向于文艺，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要以抗日救亡、全民族的团结，直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为宗旨来组织稿件。不要像一般大街小巷里面的那些个小报，不把民族大义、国家存亡放在首位，净发一些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我们的宗旨跟他们不一样，希望各位同仁谨记这一点。同志们，社长所说的话，要成为我们每个报人思想和行为的自觉。我们救亡日报是因抗战而生，也要因抗战而存。下面，我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宋庆龄和何香凝2位女士，还有刘亚子先生，将要为我们的手刊号赐稿。好。有了这3位贤达的稿件，我们创刊号分量就会非常的重了。各位，你看，夏总编已经未雨绸缪，开始组织稿件了啊！但是我还是要有一个提议，在我们首刊的时候，还是麻烦夏总编以总编的名义发一篇总编社论，这样也对得起3位鸿儒巨擘给我们赐稿啊。没问题，等3位的稿件到了，我立刻写一篇首刊号的编者案。老周，3位这稿子啊，真乃钢鼎之作。哎，有了这3篇稿子，我们的创刊号啊，拿得出手了。哦，对了，夏总编还要求我们再组织一些文艺青年的稿件，以吸引各阶层的读者。大家是有这方面的资源，要尽快调动起来。我这儿啊，最近收到一位南京青年投来的稿件，我个人看完觉得挺好的。我也看了，我也觉得好。你们看，这是一位叫任素宁的女学生写的，她的题目是“希望岁月永远静好”。那这样，杜鹃，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带着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和你全部的感情，读给我们听，好不好？那我可就献丑了。在古代，我们广为传颂的《诗经》中说：“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乃吾等心之所系。”3000年前，古人已梦想和谐安宁，如今我辈一同此愿。卖报！救亡日报首刊发行，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号召全民族抗日救亡，呼吁国内家乡团结，筑起新的长城。卖报！卖报！救亡日报首刊发行。好，给您。同学们，我们的家园正饱受侵略者的蹂躏，我们的人民正在流血。我曾自以为我的世界很完整，直到现在，我才能真正理解“家国”2字的重量。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和牺牲之上的。我手里有一份《救亡日报》，里面有篇文章，字字句句都在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希望岁月永远静好。同学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中华！还我人民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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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中华！还我中华！加油！救亡日报，谢谢你们。这篇文章是我写的。你是希望岁月永远静好的作者吗？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被刊登。苏宁同学，你的笔触就像春风，唤醒了沉睡的精灵。这场抗争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声音，让我们坚定信念，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的。来，同学们，这篇文章是我们任素宁同学写的，希望岁月永远静好。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呼唤我们，提醒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站出来，那么明天我们将有何颜面面对历史，还有何颜面面对先辈？让我们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是沉睡的羔羊，而是敢于捍卫国家的勇士。让我们的热血和汗水浇筑成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让我们再次为任素宁同学的勇敢和才华鼓掌。谢谢。他的文字不仅是墨水和纸张的结合，而是我们共同灵魂的呐喊，是我们共同抗争的声音。没想到我们的同学之中还藏着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你的文字将激励我们这一代人奋斗不息。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谢谢你，韩大勇同学，是你的声音让我的文字有了生命。一篇好的文章可以唤醒沉睡的灵魂，一次好的演讲可以点燃激情的火花。卖报！救亡日报第98师击退攻占狮子林的日军，歼敌数千人。卖报！抗敌救国会发出号召，全体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驰援淞沪前线，保卫大上海。韩大勇，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说好今天来接我的。对不起，我想多训练训练，怕不被录取。你已经下定决心去参军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是个男儿，能不从军打日寇吗？我是个女孩子，没有你这样的血气方刚，但是我支持你，也理解你，只是怕这战场上太危险了。正因为有人怕，所以我们这个4万万同胞的大国，才被一个小岛国欺辱成这样。是个中国男儿都咽不下这口气。韩大勇，你一定会成为一名英雄的。我韩大勇坚决从军上战场，杀日寇，就是为了我，就是为了我的同学任素宁同学，还有其他同学，能够永远保持岁月静好。
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报必死之决心，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勤俭咸阳而一统，永乐北迁而鼎盛，但是也有北魏迁都而亡国呀。现在我们的民族遭受日后全面的侵略，在这个生死关头，国民政府要迁都，这不是个好兆头。日本人来了，南京一旦沦陷，我们不就都成亡国奴了吗？日本人来了，南京一旦沦陷，我们不就都成亡国奴了吗？我们也不用太担心，毕竟啊，我们住在国际安全区，日本人不敢进来。我在日本亲眼见过日本全民疯狂的景象，这头怪兽不是几条标着国际禁区的街道能够拦得住的。夏总编，快进来。这是恩来首长从延安发来的电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请请示主席，《救亡日报》马上停刊，撤往广州赴康委判。我们的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也接到了撤往武汉的命令，你们马上准备撤离吧。好，我知道了，就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高斌，组织上这些文件必须要销毁。好。老林，啊，你雇的车到了吗？最多半个小时。好，抓紧。把那边。把那个。怎么了？夏总编家被炸了！快走，快！哎，你俩统计啊，快！夏总编，交给我。大家快一点儿！大家抓紧时间，加快动作，走！还有一步过去，是把坦克炸了，让兄弟们掩护我。加油！放开我！加油！别再动弹了！放开我！让我去把坦克炸了！冷静！放弃再进城，保存实力。没有，保存实力还有什么用？
全世界的所有。现在又到了我们广播电台广播的时间了。从美国、欧洲收到许多来信，询问我们日本帝国为什么向中国派遣那么多的军队。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军队到中国来，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给落后的中国带去和平和繁荣。无耻！太无耻了！怎么了？没事没事，你爸呀，听了新闻发火了。日本的军队到中国来，是为了挽救苦难的中国，是为了给我们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这里面有一个字说的是人话吗？撒谎！太无耻了！中国人有不可欺、不可辱的传统，小日本这么大肆谎言，布告天下，是对我中华民族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哎，爸，你怎么了？爸，你没事吧？我没事，可国家的事太大。爸，你消消气。我回来的时候，听到炮火声已经很近了，都能听到侵略者的脚步声了。从现在起，我们一步都不要离开家门。不管怎么说，日本鬼子不敢违反国际法，侵占我们这个区域。对于正常军队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于一个失去理性、没有人性的强盗来说，别说国际法，什么法都不要抱幻想。那，爸，那我们怎么办啊？在这里不安全，我们也不能在家就这么等着。去收拾东西，咱们也离开这个地方。国民政府都后退到重庆去了，我们到哪儿去啊？不行，我们也去重庆吧。去吧，赶紧收拾。消消气，消消气。哎呦！哎呦！我们赶快走吧。爸，南京失守了，鬼子打来了。小娘，鬼子打来了，怎么办？快走！走，快点走！鬼子来了！我们去哪儿？那边，走。小娘，往回走。这边。小心！哎呀！爸，你受伤了，起来。我没事儿。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怎么办？咱们回家。快回家。强盗，这我去！快点！挺住啊！哎，怎么样？小娘，别怕，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我怕。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你们娘俩。
跪！孩子，躲起来，小宁。小宁，躲起来！跟我，那你们怎么办？床底下，孩子，躲起来，听话。床底下，床底下。你快给我回来！快点！先生，你们逃がすな！ここには値打ちがあるものがねえ。進出を探せ。おい、女はいるか？膝に子供なし。ただ二人老いぼれ。貴様、なんで日本語できんのだ？何年前にわしは日本に留学した。バカ！中国人は日本語喋る資格がねえ！我和你们拼了！恩来，堂堂南华日报，竟然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个周福海的署名文章。
周福海，他怎么改名更姓也藏不住这条尾巴。他原名叫周佛海，参加过党的一大，但在24年就脱离了共产党。他这篇文章，我不用看就能够猜到，无外乎是为汪精卫贩卖所谓的和平投降论吧。你说对了，可我不明白的是，他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一个持抗战必败论的汉奸副总裁，他老蒋怎么能容忍得下呀？小超，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待会儿郭沫若先生要来，你去把我那盒舍不得喝的茶叶找出来沏上。郭沫若先生要来，那我赶紧去找找。好，我也忘了塞哪个包里了。周公，好，莫若先生，你好啊，我们好几个月没有见了。是啊，所以我急着过来见你。啊，周公，有一件急事，你看，这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陈诚将军给我发的电报，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莫若先生，不要着急，坐下慢慢聊。好，小超，上茶。周夫人，莫若先生，好久不见了。这一晃啊，多少年了？是，好久不见了，您都好吗？不好，刚刚还在生气呢。哎呀，怎么回事？我给您看看这份《南华日报》上面写的文章，您看看呀，就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了。周福海。哎呀，周夫人，你看这个文章觉得很生气，我倒觉得很可笑。就这样一篇啊，没有重点、缺乏价值、又臭又长的文章，这分明显示出他就是个跳梁小丑嘛。我们的大文豪一发言，就像炮弹，把这个投降派驳得体无完肤啊！莫若先生，恩来，你们先聊，我还有点事儿。好。周公，刚才电报您都看了吗？看了，文化人就是最香的饽饽。政治部陈诚部长已经为莫若先生准备好了高官厚禄，这把政治部3厅厅长的交椅，我看只有莫若先生来做了。哎呀，这个政治部3厅厅长的位置，我是不会去的。我都想过了，周公，我要去广州去找夏衍，《九王日报》的社长。我继续担任。莫若先生，你不要这么早下结论嘛。我看陈诚部长的这封电报字里行间还是蛮有诚意的。他是有诚意也好，他是假意也好，反正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不会到国民党这个阵营里面去。莫若先生，无论是我周恩来，还是延安的党中央，都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份诚意。我真没想到，周公您会这么想，为什么呢？莫若先生，我是觉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第3厅，也是一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像发表这篇文章的周佛海之流，必然会去占领啊。周公，你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求您。您是知道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我去了瑞金，你和李一芒先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因为我漂洋东渡去了日本，这么多年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我想请求组织上恢复我中共党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您看能答应吗？你是文化界的主将，我们认为你还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去出任3厅的厅长为好，这样更有利于团结文化界人士，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既然周公这么说，我相信这是党中央给我安排的工作。无论如何，我会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来要求我自己，我接受这个任务。莫若先生，
我代表党中央，也代表毛泽东主席，感谢你，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做出的选择。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扛起这面文化大旗，在这场注定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率领我们的文化大军，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国母一定不负众望。下面我要宣布一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3厅5处关于各部门负责人的任命。第5处处长胡玉芝，第5处第1科科长徐寿轩，主管文字编纂。是。第2科科长张志让，主管民众动员和一般的宣传。是。第3科科长尹摩修，负责印刷和发行。是。秘书孙岭，负责第3厅的日常事务。是。第6处第1科是戏剧音乐科，科长洪深。成员有常任霞、辛汉文、石林鹤、万籁天、张光年、金山、郑君礼。是。6处第2科是电影科，科长郑用之。成员有应云卫、史东山、程步高、马延祥。第3科是美术宣传科，科长徐悲鸿。漫画宣传队队长叶乾宇。成员张乐平、陆志祥、廖冰兄等。音乐工作室科长冼星海。成员张曙、林路等。好，好啊，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啊，一支军队如果没有旗手，就会涣散，就没有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啊。现在莫若先生大旗一举，文化队伍就成军了。我要向你表示隆重的祝贺，并马上向延安报告。好，再见。小陈儿，到，马上向延安毛主席发报。是。任素娘，任素娘，啊，真的是你，果果，真的是任素娘，真是你啊！你们都在这儿。南京沦陷了，我们就跟着大部队走呗。真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是，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们。我和我爸妈失散了，我们都没有家了。都这样了，你在写什么？国破，山河在。我要把我看到的全都写下来。没错，国破志不能破，我们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只要有人在，总能找到落脚处。人活着就有希望。对。哎，要饭可走错门了啊！你是要买什么？我想买点纸。什么纸？哎呀，你的钱够买这么多纸。
谢谢。对不起，我正忙，一时没工夫看稿呢。先生，我等。请这边。来，你跟我来一下。哦。你在这坐了2天了，怎么又来了？我在等总编的回复。好，你先坐。哦，好。哎，你叫什么？我叫任苏宁。任作家。我现在还算不上什么作家，但我是那场暴行的亲历者。你的稿件在，但我还只是看了一部分。是不符合出版的要求？不是你写的不好，你写的每一个字都能打动我，我一下子就看进去了。那我的稿件可以出版了？说心里话，我是很想出你这本书的，可你看看现在这种光景，有哪家出版社还能静下心来出书呢？姑娘，我只能说，你生不逢时了。哎，任姑娘，你这书稿好几万字呢，写得多辛苦啊！带回去留着，以后兴许还有机会。你既然是以南京惨案亲历者的第1人称写的，那你是怎么从那个地狱里？哦，地狱是你的书稿中描述的，你是怎么逃出那个地狱的呢？
在孩子们的声音中，我听到了来自未来的回响，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喂，你好，我是郭沫若。对，已经联系上了夏总编。我可以给他发电报。好的，请说，我会记录下来，转告给他。夏衍在吗？谁是夏衍？我是。哦，你好，您给你电报。好，谢谢。经费的事，你们再想想办法商量一下，筹措筹措。好，我立刻出发了。啊，你去哪儿？武汉。快了，好好脚下马。好，有个大木板。没事吧？没事。飞机来了！来了！来了！快走！醒醒！醒醒！坚持住，坚持住！郭厅长，这武汉的街头咋这么乱呀？哎呀，段先啊，时局紧张啊，我就不请你坐下来喝水了。咱们这就走啊。咱们去哪儿？边走边说。好，来。啊。好。这2天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国民政府要撤出武汉，这些恐慌的人群都是要逃离武汉。段先，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2条腿可靠，走吧。
进来。首长。哦，克隆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刚刚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做出了放弃武汉、兵力退居长沙驻守的决议。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迅速展开了撤离前的工作。那我们的办事处也要撤到长沙了吧？克隆啊，你知道这一重要决议是如何做出的吗？和这小册子有关吧？你说对了。毛主席的这篇文章一出来，那些速胜论者和亡国论者，被主席的这篇文章驳的是抬不起头来。国民党中许多高级将领也都赞成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哎，克隆，你是怎么看的？我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有点班门弄斧了。你说一说。在我看来，长沙地处在华中地区，位于湖南省的东部偏北，粤汉铁路途径点就在这个位置，是两广的咽喉。更重要的是，它在四川盆地的东南，是我们战略大后方的重要的位置，也是门户。还有，长沙是一座拥有水陆铁路交通枢纽的关隘，所以只有守住长沙，才能够实现主席指出的持久战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克隆同志，你这个没有带过兵的人，论起战略战术来，我看也不落于那些军师长们。哎，你再说一说，武汉之后，八路军办事处最该去哪个地方？那我就猜一下吧。如果我要是说错了，领导就当我没说。你要是说对了，我就放心了；你要是说错了，我可夜不能寐啊！哎，你说说看。克隆认为是桂林。克隆，有你驻守桂林，我就放心了，而且是120个的放心啊。那就等着领导一致命令，我们就把办事处开到桂林去。哎，不要着急，等待会儿他们来了，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去桂林的事儿。克隆，你看，首长，他们来了。哦，请他们进来。是。莫尔先生，请。哎，好，好。莫若先生，周国，你好，葛东同志，单岩同志好，辛苦了，来，请坐。好，好。哎，倒茶。周公啊，找我们来，到底有什么事情？据可靠的情报，日军新编21军集结了4万余人的兵力，做好了对广州发起进攻的准备，而日军攻击广州，正好是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南海的国际联络。而广州守军于汉谋抗战意志并不坚定，广州沦陷是迟早的事。广州既失，武汉不保，所以统帅部做出了提前撤离武汉，兵力退守长沙的决策。看来国民政府要弃守武汉，这个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周公啊，我有一个疑问：我们是一个有4万人口的大国，为什么被小日本逼得一步一步往后退呢？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无法回答。哎，最近市面上流行一个册子，你们都知道吧？啊，是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吧？对。最近一直有人来《救亡日报》问何时刊登，我们刚刚得到了一本原版的书籍，准备排版，在《救亡日报》上面连载。等一下。在国内悲观主义情绪蔓延的时候，主席的这一册《论持久战》一下子振奋了人心啊！主席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既然是持久战，最终获得胜利的一定是中国。”主席还继续分析到，这种持久战具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2个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3个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看来克隆同志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学得很透啊。莫洛先生，这些《论持久战》的单行本，你带回去，给你那支队伍的指战员都看一看。好。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了3个阶段，现在正好是向第2个阶段过渡时期，所以统帅部做出的决策，我党是举手赞成的。撤往长沙固守。那等武汉失守之后，我们《救亡日报》是不是也要撤去长沙？刚才我和科隆同志刚刚做完布置，党中央决定以夏衍同志、科隆同志为首，率领2支队伍，一支是八路军办事处的队伍，一支是以《救亡日报》为龙头的文化大军，到抗战的大后方桂林区，构筑文化抗战的阵地。